3月1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战报，声称乌军在13天内连续击落了13架俄罗斯飞机，其中包括10架苏-34、2架苏-35、1架 A-50空中预警机，对俄罗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亿美元。俄罗斯官方没有否认该消息，如果消息属实，那么俄罗斯空天军将会取代俄黑海舰队，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了。然而可惜的是乌军方并没有公布他们是如何创造如此傲人的战绩的。所以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乌克兰如何在13天内击落13架俄战机。作为美军最著名的防空导弹之一，爱国者自从去年中旬抵达乌克兰之后，就备受人们关注，成为俄乌战场上的明星武器。因此，在特别坠机行动发生后，大家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爱国者导弹。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为了弥补乌克兰在防空力量上的劣势，德国、美国、荷兰开始向乌克兰援助爱国者导弹系统。目前，乌克兰大概有5套爱国者。乌克兰最先进的爱国者系统为 MIM-104F， 也被称为爱国者3，这是爱国者家族中较为先进的型号，射程达到了120公里，采用主动雷达制导。这里大兵给不了解的观众们简单解释一下，所谓的主动雷达制导，即在发射后，导弹使用内置的雷达持续发出电磁波锁定目标位置。这种制导方式在面对高速移动的目标时拥有更高的精度。它和半主动雷达制导的区别就是，主动雷达制导用的是导弹自带的雷达，而半主动雷达制导使用的发射器及飞机舰船上的雷达，两者制导方式的主要差别就在此处。在2023年5月1号，乌克兰国防部宣布，他们成功地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宣告着爱国者系统在乌克兰首战告捷。随即在5月13号，福布斯新闻报道，爱国者再立奇功，接连击落了1架苏-34、1架苏-35和2架米8直升机。这充分地证明爱国者有能力击落俄空天军的飞机。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由于爱国者昂贵的造价，因此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捐赠的爱国者导弹数量并不算多。自从去年5月份以来，就没有新的爱国者导弹抵达乌克兰的消息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2月份的采访中承认，他们缺少防空导弹弹药。同时，爱国者导弹的射程在60到120公里，处于大部分俄军空射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内。因此，俄军清楚地知道，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有限，因此其空袭的目标往往就是爱国者导弹本身。这就导致乌军方不得不将爱国者导弹部署在后方城市，比如已经证实的装备了爱国者导弹的乌克兰空军第138导弹防空旅就驻扎在第聂伯罗市，超出了爱国者导弹的射程。综上所述，大兵认为，虽然爱国者有能力击落俄战机，但其命中率并不是100%，再加上如今乌军缺乏弹药，这13架飞机恐怕不全都是爱国者的功劳。除了爱国者之外呢，乌克兰还有另外一种进口防空系统，那就是德国向乌克兰援助的 IRIS-T 防空系统。截止大兵写稿时，德国向乌克兰援助了36套该系统。IRIS-T 分为短程和中程2个版本，短程射程为12公里，也被称为 IRIS-T SLS， 而中程射程呢为40公里，被称为 IRIS-T SLM。该防空系统采用了和爱国者导弹相同的主动雷达制导，但不同的是 IRIS-T 采用了近炸引信，在爆炸时释放大量破片，因此它对轻装甲目标的杀伤性更好，而爱国者为碰炸引信。因此在俄乌战争中， IRIS-T 主要是被乌克兰防空部队用来拦截俄罗斯的巡航导弹，由于其射程较近，几乎不会有俄战机进入其射程。但考虑到俄罗斯战机那拉胯的航电系统，也许会有因为航电系统失灵而迷路的俄战机深入乌克兰领空而被 IRIS-T 击落。当然，乌克兰防空部队装备最多的还是自家的 S-300防空导弹。之前呢，由于敌我识别问题，俄罗斯空军屡次使用该导弹将自己的飞机打下来。比如说前不久坠毁的2架 A-50空中预警机，就大概率是俄罗斯自己打下来的。目前乌克兰防空部队所使用的 S-300防空导弹系统为苏联在1985年装备的 S-300PS，
最大射程达到80公里，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在2022年开战之前，乌克兰保守拥有100套该防空系统。捷克斯洛伐克和一些东欧国家也向乌克兰捐赠过 S-300的弹药。虽然该导弹在乌军手中数量较多，但乌克兰国防部并未详细说明该武器在乌军手中的战绩，所以大兵无法从实际战况来论证该武器的实力。不过呢，在2022年4月，一架俄军的苏35战机在乌克兰境内坠毁，当时北约的军援尚未抵达乌克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架苏35是被乌克兰的 S-300系统击毁的。苏35是俄罗斯在2014年装备的4代半多用途战机，机动性能在4代机中名列前茅，也是俄罗斯空天军的王牌。在俄乌战争的前2年，俄军只有2架苏35被正式击毁。可在24年的2月份，短短10天内，乌克兰国防部就声称又有2架苏35被击落了，这明显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乌克兰除了防空导弹，是不是还搞到了新的秘密武器？2023年8月，美国批准丹麦和荷兰将本国的 F-16援助给乌克兰，但需要在乌克兰飞行员进行培训之后。随后呢，挪威和比利时宣布也将向乌克兰捐赠 F-16，但具体时间未定。而在2月23号，丹麦首相梅特与泽连斯基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后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梅特公布了 F-16的最新消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F-16战斗机会如期出现在乌克兰的天空。如果有可能，这个交付时间最早是在夏天之前。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改进和维护。也就是说，按照官方说法，目前乌克兰还尚未得到北约援助的61架 F-16。不过兵不厌诈，也许这种说法只是为了迷惑俄罗斯，让他们以为乌克兰缺少空中力量，从而选择大规模冒进。而乌克兰呢，就能出奇制胜，用 F-16打得俄军措手不及。从军事角度上来说，完全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想要知道 F-16会对俄乌局势起到哪些变化，我们不妨来进行一场预演。就假设一架 F-16碰上了一架苏35，以此来推测 F-16的实际表现。有的观众可能会问，大兵啊，明明俄军这次苏34损失最多，为什么要用苏35和 F-16比呢？虽然苏35、苏34和 F-16都属于多用途战机，但它们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苏34就属于战斗轰炸机，其射击目的呢，就是为了进行战术轰炸和对地攻击的，而不是与敌机对峙，争夺制空权。而苏35和 F-16则都更侧重于空中优势战斗机，尤其是 F-16最初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夺取空中优势，在经过后续多个版本改造后才成为多用途战机的。因此大兵认为，将这2个射击用途近似的飞机放在一起比才比较合适，否则就会变成拿 A10 和 F-35比弹药量，拿 F-35和 A10比隐身性能，驴唇不对马嘴。闲话说完了，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在现代战争中，空中战斗基本是以超视距作战为主。在超视距作战中，雷达性能将直接决定谁能掌握主动权。支援乌克兰的 F-16为 F-16A Block 15型的衍生版，其雷达为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APG66V2 型，对电子干扰的抵抗性更强，并且能在83公里外识别到与 F-16同等大小的飞行器。而苏35使用的雷达被称为 Airbase E， 也被称为雪豹雷达。虽然该雷达的最远距离达到了320公里，但在该模式下，雷达的扫描现场会非常狭窄，就像是一个可变焦的手电筒，在聚焦时光柱会急剧缩小，因此 F-35只能在已知目标位置后才能使用这种雷达模式对其进行远程锁定。在普通模式下，雪豹雷达的有效探测距离约为200公里，而在武器系统上，苏35能够装备12枚 R77超视距空空导弹。在2009年，俄罗斯开始装备 R77M 型空空导弹，其最远射程为193公里，时速为5马赫，采用主动雷达和红外双模制导。而 F-16可以携带9枚 AIM-120空空导弹，作为美军现存的唯一一款超视距空空导弹 ，AIM-120经历过多次迭代升级，最新的射程已经达到了160公里。仅从这些数据看呢， F-16的性能似乎要逊于苏35。但我们要注意大兵刚刚做的对比全都是纸上谈兵，在实际作战时，战斗机进行超视距作战几乎不会依靠自己的雷达，而是依靠空中预警机。
如今的乌克兰有北约的情报支持，在信息战上对俄罗斯有极大优势。反观俄罗斯，虽然有空中预警机，但出师未捷就先被自己人打下来2架了，实战性能堪忧。同时 F-16 的性能，北约也再清楚不过了。既然要将这些 F-16 送上战场，自然就不会让他们陷入劣势。让1990年的雷达和2007年的雷达对打，显然不太公平。还记得丹麦首相说过，那些 F-16 正在进行改进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北约之所以要拖这么长时间不交付 F-16，就是为了改进其雷达系统？如果将这些 F-16 的雷达换装成与 F-16 Block 70相同的 AN/APG-83，那么其最大探测距离将延伸至370公里，在超视距作战中形成对俄战机的压制。综合来看，虽然北约援助的 F-16 型号较旧，但在改进之后依然能和苏35保持对峙，凭借信息优势打出1天1架俄空军的战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关于乌克兰如何进行特别防空行动，我们基本已经分析完毕了。视频最后呢，大兵还想和各位聊聊，为什么沉寂已久的俄罗斯空天军在最近几天变得如此主动，导致乌军在短时间内击落了大量战机。还记得俄乌战争在爆发之初，俄罗斯为了阻止北约东扩为理由，入侵了乌克兰的领土。然而2年过去了，虽然俄罗斯取得了局部优势，乌克兰也没有加入北约，但是芬兰和瑞典却同时成为了北约成员国。在历史上，芬兰就多次遭受过俄罗斯和苏联的入侵，从民族感情上来说，他们与乌克兰感同身受。同时，芬兰和俄罗斯有很长的边境线，距俄罗斯重要城市圣彼得堡不过150公里，几乎没有战略纵深。如果俄罗斯同北约爆发战争，圣彼得堡将无险可守。同时，因为战争而进行的大规模动员，也加剧了俄罗斯国内的压力。莫斯科知道俄乌战争拖下去对他们不利，必须尽早结束这场战争。恰巧如此，乌克兰陷入了弹药匮乏的境地，俄罗斯决定趁此机会发起大规模进攻，以图和乌克兰决战。为了加快战争进程，俄罗斯也不能再患得患失了，只要能取得战绩，几十架战斗机的伤亡又算得了什么呢？用一个字形容俄罗斯当局的心情，那就是急。当然，面对俄罗斯决战式的攻击，乌军的情况确实很困难，这就要求北约国家加大队伍援助。如果乌克兰成功抵住这波攻击，俄军必然士气大伤，难以再形成如今天般的猛烈进攻，这会逼迫双方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对于此事，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